何度来ようと同じだ。又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我们小团体对假面骑士嘎补最新一集发展的心得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接着往下看吧。这一趴我想以深真和蓝果的谈判为引去展开。意识到回收尼耶鲁布做的宝藏治标不治本的深真返回了信果他们撞见蓝果的地方碰运气，而蓝果也在此地等候多时。两人撞见之后，深真对着蓝果直呼其名。我没记错，这是第一次。在我的理解里面，深真认为自己是来找蓝果谈判的。若是喊他尼桑或者蓝果尼桑的话，谈判中就会牵扯到私情了。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对，类似这么个意思。虽然深真后面还是喊了他尼桑就是了，但我认为无论双方再怎么不对付，斯托马克家族再怎么不待见阿卡嘎布，深真是斯托马克家族的一员，蓝果他们的弟弟，这点是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因此，我想有些观众也着实没必要过多计较他们对彼此的称谓了。只能说，创作者们在写出这些对白时，肯定是有一定的考量在内的。与其为此去争执，不如思考下为什么角色们对彼此的称谓会发生的变化更有意义。另外，这场戏中两个演员的站位与场景本身也很讲究。谈判最开始，两人的站位是一高一低的，隐喻蓝果认为自己处于谈判上风，是你阿卡卡布有求于我，我得端着。而且蓝果没有正脸看着深真，也不是说没有正眼瞧过，他是俯视深真。就是蓝果他不急，你们也一直在死人呢，我能拖，你们拖不了。对啊，不过深真也通过蓝果之前出手相助，猜到了他的用意，并怼回去了嘛。然后下一个分镜也特别妙。蓝果他换了一只脚稍息，其中的讲究应该是蓝果被深真猜到自己在想什么后，他认为自己的谈判上风位置没先前那么稳固了。而这段更妙的处理在于，深真回怼完，画面的重心已经往他那边倾斜，且蓝果是通过登上台阶才处于谈判上风的。如果把台阶也考虑进讨论范围以内，即预示着深真再给蓝果一个台阶下，对，或者说蓝果自知已无法再继续端着，要走下台阶和深真对等的谈判了。事实上，听完深真的条件过后，蓝果也确实走下了台阶，双方终于处在平等的位置对话。对，待蓝果也说完自己的诉求，本次谈判结束。就对于很热衷于解读视听语言的我来说，是有被中泽主这整段的设计给爽到的。在我看来，这直接拔高了整场谈判的艺术性，好吧。而要回剧中，深真会主动去找蓝果谈判，一是看出了蓝果那边也有这方面的想法，二是有了先前和尼耶鲁布谈判的经验，再加上深真本就是个为了解救更多人类可以暂时放下私人恩怨的英雄，包括伙伴们在经历了深真与尼耶鲁布联手一事后，也会更为理性的去看待与蓝果共斗的利弊，这才得以实现吴越同舟。对啊，然后再要回去我们看剧的时候 Q 到的那句哇嘎达，蓝果其实用词相当的讲究。我知道了，但是没有答应。我知道不等于我同意。对，当然非要说的话，无论蓝果这里如何表达，他最后都是会反悔的。说得模棱两可一点，既给自己留了余地，也不至于被观众批判其言而无信嘛。就如果你非要我揪点瑕疵，还是深真他们没能防蓝果一手了。如果半斗或者拉提亚能在战前先提醒深真小心蓝果过河拆桥，是会更好的，并且还能呼应半斗和拉提亚在人间牧场计划开启前那段对话。当然我是从合理化的角度去分析的，若单从演出角度来看，丑话不说在前头，也能让结尾的反转更具戏剧性。纵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过如果创作者们真的有心想圆，也完全可以将这部分挪到下集的复盘过程中去回忆，就看倒数第二集的篇幅具体会怎么分配咯。可以。关于蓝果开头的台词中那句真可惜没能打倒我，倒不如说运气真好，我想再解读一番。明面上，这里蓝果是在分析深真的心理状态，但我认为蓝果这句话其实也在说自己。对啊，如果他当时被阿卡卡布给干掉，就等不到如今一步到位的机会了。只因我早前就已经分析过，若是在故事中期，蓝果人按部就班和沙塔的恋人们拉扯，基普也没把总统招摇过来，斯托马克社都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打通上流社会市场，不是吗？是的。因此，在我看来，斯托马克社、斯托马克家族被总统收入囊中，对于蓝果来说是危机并存的。至于捉不捉得住这个翻盘的机会，就看蓝果自己了。他自己都说了是一发利转哦。确实。反正在我看来，蓝果实力又强，还会审时度势，权谋这一块也是完全不输博卡的。结果而言，隐忍多时的蓝果利用阿卡卡布他们扫清了其登上沙特人界顶点的最大阻碍，并将博卡的人间牧场计划占为己有。且如今距离实现其最终目标仅剩一步之遥了。在聊下一话题以前，容我先插句题外话，小团体高创并非网友言论核定本，可能不太符合大众的声音，但如果你刚好跟我们一样爱琢磨点深入一些的内容，或是支持我们这样的创作方式的话，还请务必给出点正面反馈，这将是我坚持更新的动力。爱你们。
本节尾声，我想再聊一个话题，就是这集烂狗在打击上的表现，会让我觉得他前面出工不出力。对，他有保存实力啊。是啊，一来他没有开头就掏大剑出来，二来护盾他也几乎没开过。我觉得只能从剧外原因去找，我方全部战力在场去打一个强敌的情况下，应该都用上浑身解数去赌嘛。但是大哥像你说的，他没有用他那个盾，又没有用他那把剑，只是右身去冲，这一点我觉得是特摄片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的一个问题。非该级关键展现的角色，他有时候发挥不出他应有的战力水平。OK， 你这个说法我是能接受的。然后我还有个问题，烂狗在博卡把3个假面骑士当陀螺抽的过程中，是直接从画面里头消失了的，你是怎么理解的呢？剧作上是为了最后那一刀。那我懂了，包括前面为什么不让他耍大剑，应该也是为了藏到最后再引爆这颗雷。那如果从剧内的角度去考虑的话，烂狗突然消失，除了可以理解成他在伺机而动外，是不是也有他准备跑路的可能呢？有可能，留得青山在嘛。但这次他最有可能翻盘的一次机会了，他真的会放弃吗？我的理解是，他们用了全部能力去打，没打过的话，烂狗应该会把那3个人卖了，我自己跑，但还是可以隐忍起来发育。折服的是他也不是第一次干了，但是生真突然觉醒了，所以他决定继续参战。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事实上，生真维新爆发也是没打过博卡的。对于烂狗来说，最关键的是趁博卡被阿卡卡布他们分散注意力之后，从背后捅博卡一刀。所以生真维不维新反而不是重点，只要烂狗能捉到赢博卡一手的机会就行。对，就如果不是为了着重刻画假面骑士方的表现的话，也完全可以在博卡把他们当陀螺抽的时候，再让烂狗从背后捅死博卡。也有可能实际呈现给我们的结果就是生真突然维新了，也确实给了他最大的机会。对的。 OK， 若屏幕前各位对我上述提出的问题有不一样的看法，欢迎分享到评论区与我们继续探讨。这里先过了吧。我先念一下本周官网与嘎布新形态相关的描述哈。如何击败总统这个过于强大的敌人，这曾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而我们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与烂狗联手和嘎布的觉醒。3位假面骑士与烂狗联手对抗博卡之战，可谓最终章应有的狂风骤雨般炽热的展开。觉醒嘎布的正式名称为 Kameleon Gabu Amazing Gumi Form， 亦可称为阿卡卡布风，全身采用与生真的阿卡卡布同色系的设计。设定上是由生真死战不退的斗志催生，仅在本次极限状态下诞生的宝藏。你想把这仅此出现一次的形态一直保留在你的身边吗？你可以来买我们的 SHF。行，我继续念啊。今天软糖赤红的体色与生真流出的血有关，为此真念君的特效装也比过往的出血量更大。原本该形态并不在企划当中，但为展现超越总统之力的决战氛围特别追加。那相信老观众都能认出嘎布这个新形态是用哪些旧皮套部件拼出来的了。手甲、腿甲、肩甲出自礼拜史风雷形态，胸甲出自礼拜史火山龙形态。第一是 Gaze 那套，对，就极限软糖是计划之外的产物，这点还挺明显的，不然也不至于拿老物来拼主角的最终形态嘛。我记得念哈，红色象征燃烧的斗志，并非通过新的灵石来变身，而是直接反映生真心境的形态。虽然剧中出现过各种宝藏，还有着百宝瓶这样的道具，但这次可谓是回归原点的极简设计。燃烧的斗志等于火焰能力的设定，源自动作监督藤田辉的创意，即通过高热扭曲空气，进而无效化博卡的能力。这种设计并非单纯追求强大，而是将科学逻辑完美融入了打斗体系。真的假的？真科学吗？他说科学就科学吧。我觉得高热呢，你在马路上看啊，就晒的时候，不是有日本人说的那种卡给洛吗？其实就是空气被扭曲的那个样子啊。这个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OK， 走进科学好吧，走进科学，比零质量地球科学，知道吗 ？OK， 走出科学好吧，走出科学。另外，这集播出以后，我有看到挺多日本网友拿嘎布的经验软糖形态和空我的精益全能形态做比较的。为此，我想再借题发挥一下，和经验软糖类似，精益全能形态也是当年空我节目组计划之外的产物。而在此前，万代其实有一直催节目组那边赶紧让究极形态登场的，只因相关玩具早就开始卖了。可到了圣诞促销月的最后一周，究极形态还是没出现在节目当中。更过分的是，节目组还拿完全没知会过万代的精益全能形态来充数。只能说当年假面骑士空我制片人高斯成绩为了把究极形态压到最后才登场，甚至搞出过背刺万代这种骚操作。不过好在究极形态即便没在剧中登场，与其相关的玩具还是卖爆了，这才让高斯躲过了一劫。
就各位想想，哪怕高士提前告知万代自己的创作理念，万代方若是能答应，也好退而求其次，出多一波经济全能形态相关的玩具来卖什么的。虽然我感觉高士真这样做的话，他将面临的只有降版或者向万代方妥协，但某种意义上，正是空我节目组每一号人都抱着这样的觉悟去制作，空我才会让我这个老登时至今日仍对他津津乐道吧。为此，我也答应各位，一定会把空我25周年纪念企划做完，再考虑退役事宜了。对于该企划因我个人作风问题一拖再拖这点，叔叔也必须向等候多时的各位真诚的道个歉。暂定9月开始更新，敬请期待。上期我已经聊过，香川纯子自出道起对于写史笔下反派就特别的讲究。远的不说，嘎补中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酸鹤岩照。这个为了实验而夺走多人性命的疯狂科学家，最终死在了尼耶鲁布的实验中，甚至在他死后，香川也没有放过他。而关于吉普的死，叔叔还是坚持上期的观点，他会 callback 西塔的死法，为利杰鲁挡刀。由于这集没死成，就不知道这一刀是由兰果还是拉基亚砍了。至于利杰鲁，我还是坚信他死不死都有一定的道理，就看香川是打算给他个痛快，还是让其带着失去一切还无法复仇的悔恨苟活于世了。然后到了博卡的死，我上周就说了自己并不清楚会有什么讲究，只因我那时并没有搞懂其特质，直到这集香川把答案揭晓，我才醒悟。作为沙滩界的顶点，作为强者为尊这一社会体系下的总统，博卡相当于沙滩界的最强之人。我觉得强者就在羞辱弱者，对，就是这个道理。他认为弱者就该被强者剥削蹂躏，也是因为理解了这层意思，后面回看时我才明白了香川为何要让博卡到了这集才去建议利杰鲁放弃吉普。一方面是吉普已失去利用价值，另一方面是吉普在他看来太过弱小了，不配与他们这些强者为伍。就有他这样的弱鸡女婿传出去是会败坏加达克家族名声的。因此面对这样一号人物，香川会怎样来处理他的死亡呢？死于自傲，或者说死于他最看不起的弱者之手吧。而且这集还有个很妙的安排，就这样兰果挟持了利杰鲁，以此逼迫总统来到人间界，只因这能完美体现博卡的女儿奴属性。有2个原因，这是女儿控，这是强者的余欲。我明知道是陷阱，但我就是要去踩，不去踩是不是代表我怕你？不可能，没有这种情况。对，关于强者的余欲，官网也有一段描述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就是他这次并没有带大批的管家前来，或者说现场召几个管家，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呢？因为强者的自大。对，在他看来，只需亲自出马便能轻松解决事态。我只要跟你说一句跪下，你就会跪下。是你先动手，还是他先一句跪下？他有这个自信在。对。聊到这个，我再顺便给各位说下有关博卡特殊能力的描述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早在生生行刺博卡那集，我就已经给各位分享过，东映官网对博卡的特殊能力描述为通过言语强制控制对方的行动。对此，当时写下这段文字的制片人的评价是：作为政治家，他肯定利用这份能力干了不少坏事吧。然而这集播出过后，朝日官网对于博卡的总结文字中关于其特殊能力的描述则调整为了利用大气进行震动操作。而这个震动操作我查了一圈，再结合剧中表现来看，理应解释为博卡通过声音产生特定频率和幅度的震动，并将震动传递给特定对象，以此来强制控制对方的行动。在我看来，节目组是想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博卡的特殊能力，以此为阿卡卡布能利用高热扭曲空气，进而破解这个能力提供合理性。再者，我们还得结合上其造型特点以及朝日方对他的描述来分析，即博卡是凭借强硬手腕一路登上总统之位的沙糖人。我只需说到一个词汇，你们应该就能理解了：铁腕政治，懂了吧？明白。就是说，强制控制对方的行动，可能仅仅是强制让对方趴下、跪下、躺下而已。这其实也完美符合他的人设，比他弱的人就该臣服于他，被他剥削。对，这算是个最能代表沙滩界顶点的能力了。因此，严格来说，两边官网给出的设定不仅不冲突，还因为朝日方为博卡追加的描述，让其特殊能力比零质量地球更科学了，好吧？然后各位是如何理解博卡3番4次放过深圳他们这个行为的？就很简单，我杀你们有点太看得起你们了。对，就有点你们这群弱者还不配当我对手的意思。夹着尾巴逃跑了，你们这群弱鸡。那问题来了，你们觉得兰果下集开头会放过深圳他们吗？大总统是强者的余欲，不在意主角团放过了，但是大哥他是真打不过真那肯定要赶尽杀绝啊！我现在就有点好奇，下集开头他们3个到底要怎么跑？很简单，3个人肯定能有1个人抽出来，带着2个人跑的。行，那我赌一手半斗 Lakia 一起冲出来，或者 Lakia 独自冲出来挡下兰果那一下攻击吧。毕竟下集预告一出，感觉 Lakia 真活不长了，多给些高瓜会好一点。虽然我觉得 Lakia 完全没必要死，但能不能回来也不好说。我最怕的是什么 ？Lakia 要是真死了，当天或者隔天就开始宣发什么台词版玩具。你别闹，太吓人了！不要再卖糖血馒头了。我们被打成孝子了，都会去延上他，真的。这种包会延上的，我跟你说。Lucky 阿吉死了，难道你们不想永远把他的声音留在你的身
边嘛，那么就赶快来买我们的 PP 叉吧。好了，别说了，反正他不死是最好的，但死了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为了守护或者说赎罪嘛。看看具体会是怎样的安排咯。最后2集，且看且珍惜。想要回顾上周视频的观众，还请自行跳转。更多的我们下期再聊，加拿。